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icky。相隔咗大概9個月之後啦，我哋又嚟到紅磡大型重建項目嘅呢一度啦。第一期必嘉坊希匯最近就已經入咗伙，而發展商恒地亦都推出咗新嘅一期。不過就改咗名啦，叫做 The Haddon。咁都公布咗首張嘅價單㗎啦，涉及92伙，折實平均尺價係19,000幾蚊，比同係上一期嘅 Baker Circle Greenwich 咧係貴近1.9%嘅。究竟呢個樓盤有咩咁特別，令到發展商喺呢一個時候開出呢一口價呢？咁今集都會分析下，亦都會參觀兩個嘅示範單位嘅。咁睇完之後，大家都可以下面留言講下睇法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㗎。仲未 subscribe 嘅朋友就快啲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同撳埋旁邊嘅鐘啦。去年重新定位為 Midtown South 南九龍嘅必嘉坊，上一期已經冇再用中文名㗎啦，新一期就更加索性以 The Haddon 示人，好似重新出發咁樣啊！今期同樣只有一座，以 L 型設計，位於黃埔街1號，喺第二期必嘉坊盈匯嘅前邊，咁中間就相隔咗一條橫街必嘉街。不過佢就最近去到港鐵紅磡站同埋紅隧轉車站嘅行人天橋啊，咁呢個亦都係發展商開出高啲價錢嘅原因之一。全盤453伙，係已經推出期數入邊最多。咁雖然發展商就話啦，因應市場對大單位嘅需求增加，已經將項目部分單位嘅面積起大咗，亦都首次冇提供到開放式戶啊。咁大單位都照舊的式。咁主打嘅一房實用面積由251尺起步，咁普遍大概260尺度。我哋陣間都會再仔細分析一下平面圖嘅。兩房就介乎346尺至到417尺。咁至於標準最大嘅三房呢，亦都只係430尺度。咁項目都有唔少連平台或者天台特色戶㗎。咁預計關鍵日期係出年嘅9月底，留翻期長大概16個月。咁打開我哋28 House App，去到新盤專頁就可以睇到 The Haddon 首張價單嘅價錢㗎啦。先推出92伙，涵蓋1房至到3房間隔。咁扣除職工最高1成折舊優惠之後，折實平均尺價19,280蚊。咁比起舊年7月開價，同係嘅 Baker Circle Greenwich 首批折實均價大概18,900幾蚊，輕微貴近1.9%。咁都貼近 Greenwich 而家一手貨尾嘅尺價，大概18,000至到20,000蚊。不過睇翻今批嘅單位啦，係有多啲高層嘅單位嘅。咁發展商就話啦，今批定價係刻意撳低咗少少㗎，同心目中理想嘅價仍然有距離。咁主要因為佢係同喺入邊最近紅磡站。不過其實就算由最遠嘅 Greenwich 行過去嗰一條天橋啦，都係大概5分鐘之內。相反，景觀對價錢或者就更加有影響啦。對 Haddon 向西南嘅單位，預計20樓以上可以享有海景，但佢同時比起前3期就更加近殯儀館。呢邊坐向嘅單位都好大機會望得到㗎，某程度都壓制咗樓價。另外佢都對住紅磡南道，低層單位或者會受汽車噪音影響。不過就算係咁啦，佢都已經係全盤最優質嘅方位嚟㗎啦。呢邊嘅單位有1房嘅 BC 室同埋2房半嘅 D 室，咁折實尺價都係首張價單入邊1、2房最高，咁大概係19,700幾蚊至到去20,000蚊。至於其他方位呢，就以樓景為主，其中向西北嘅單位即係 Q 至 W 室，雖然之後會比其他期數阻擋咗殯儀館嘅景觀，咁但係佢同西 K 嘅地盤只係相隔咗一條步行街啊，近距離樓望樓，壓迫感都比較重，咁所以都建議選擇低層嘅單位，望到內園景會比較好。呢邊都有齊1房至到3房揀㗎，喺已開價嘅單位入邊，折實尺價就介乎18,600幾蚊至到19,800幾蚊。另一邊嘅單位同樣向住同係另一個地盤，不過因為中間相隔嘅黃埔街比較闊啊，壓迫感會減輕咗啲啲。呢邊就有 E 至到 H 室、J 至 N 室同埋 P 室，咁以1房為主㗎。不過可能低層單位主要望住街景啊，咁所以喺已經開價嘅單位入邊，呢邊1房嘅折實尺價會稍為低啲，由18,300蚊起步。咁折實尺價最低嘅單位，同時都係首批嘅入場單位，嚟自6樓 J 室，實用面積262尺，咁即供折實大概481萬。如果係買嚟投資嘅話，參考啱啱入伙嘅1期必嘉坊希匯，低層1房成交尺租大概係65蚊。由此推算，The Haddon嘅入場單位每月租金有大概17,000蚊，喺未扣除管理費之前，租金回報率大概係4.3厘。不過都要留意啦，除咗管理費之外，亦都要計埋繳交地稅等嘅成本。咁發展商都就住呢一處喺尖沙咀美麗華廣場1期5樓搭建咗無改動示範單位去俾公眾參觀，以26樓 J 室作為藍本。入到嚟啦，呢度就會係一個長直型嘅客飯廳，咁呢一邊咧就會係1字型嘅開放式廚房。咁其實對面呢一度咧就睇下自己嘅需要，究竟係擺飯台定係鞋櫃啦。
連埋開放式廚房，成個客飯廳空間有大概109尺。廚房嘅備餐空間唔多，所以發展商都喺雪櫃同埋蒸焗爐嘅中間加咗張伸縮嘅工作台面。不過其實見到雪櫃嘅深度啦，張台都唔係好大㗎。配備嘅雪櫃同埋蒸焗爐係用唔同嘅牌子。我覺得蒸焗爐嘅擺位咧就有啲太矮啦。洗衣乾衣機喺明火嘅雙頭煮食爐下面，所以儲物空間都集中喺上廚櫃啊，都做到上頂，算擺到唔少嘢㗎。不過每次拎嘢擺嘢都會麻煩少少。呢度樓底咧就係高3.35米嘅，即係近11尺。咁發展商都利用咗呢一個高樓底咧，喺近天花嘅位置做咗個櫃喺度。不過咧要拎嘢嘅話就必須要拎堂梯啦。咁但係換言之，亦都要喺個咁細嘅空間啦，我去安放一堂梯喺度。客廳闊2.35米，即係近8尺。要留意啦，擺梳化嗰邊嘅牆身啦，因為要遷就去另一個示範單位嘅路線啦，所以就冇呈現到實牆嘅設計。所有嘅標準單位客廳都係相連咗38尺嘅3合1露台㗎。睡房同客廳同向，都係望住對面同一項目嘅樓景。因為要遮住冷氣室外機啊，所以只有部分牆身採用近乎落地玻璃嘅設計。間房就闊2.05米，有大概57尺。有啲一房係會採用趟門設計㗎，分別係 B 室、V 室同埋 W 室3處。空間就靈活一啲，但就少咗一面牆身嚟擺嘢，大家都要留意啦。大部分一房都係採用套設設計，面積中等。同樣因為將鏡櫃做到上頂啊，所以會有唔少嘅收納空間。旗杆有啲細，身形大隻少少嘅朋友啦，都要縮一縮肚先閂到門啦。所有標準一房套嘅浴室都係黑廁嚟嘅。除咗呢款開則之外，一房都仲有2款㗎。B 室就屬於純一房，浴室係一入門口嘅位置。不過佢有成369尺啊，除咗係一房入邊最大，比起純2房都仲要大啊。主要係主人房擴大至到大概108尺。不過因為發展商喺房入邊隨樓附送咗嵌入式嘅裝置，都唔細㗎，變相都局限咗房入邊其他家私嘅擺位同埋活動空間。相反 P 室雖然比起 B 室細55尺啊，但佢係以房本形式開則，喺睡房旁會有一間大概25尺嘅儲物房，係用間隔牆分隔㗎。如果上間房更加大嘅話，都可以考慮將2間房合二為一，變成一間大概87尺嘅睡房。中間亦都冇嵌入式裝置嚟去阻擋。呢2處咁啱喺一層嘅左右角落，浴室都係難得地有窗通風。連埋其餘一房套嘅單位，合共有17處。影片開頭提到嘅最細251尺咧，就只係得28樓 N 室先會係。其實標準樓層嘅密度都幾高㗎，一層有成21房。不過就只係共用4部電梯。朝頭早返工返學嘅時候咧，就要預留返多少少時間啦。2房有3處，同樣分咗2款開則。L 室係純2房，就面積346尺，採用蝴蝶式嘅設計。2間睡房大約55尺。至於中間嘅客飯廳啦，連埋開放式廚房嘅活動空間就有近93尺。A、D 室係連儲物室嘅單位，所以都大啲，有400幾尺。不過2處嘅開則就唔同啊。A 室為咗遷就一字形嘅開放式廚房，客飯廳係呈以近似 L 型㗎。不過雪櫃就擺喺主人房旁邊，相對上就遠離廚房嘅位置啦。2間睡房就分佈喺客廳嘅一左一右，主人房大概65尺，而細房就係大概51尺。喺細房嘅隔離就係大概27尺嘅儲物房，同樣有窗以趟門嚟分隔。D 室嘅儲物室會大少少，約莫30尺，佢就喺浴室隔離㗎。因為呢一處嘅開放式廚房呈以曲尺型，加上2間房並排而建，所以客飯廳可以做到長直型。不過2間房就細啲啦，尤其係細房，只有大概41尺。最後我哋睇埋3房啦，只有 Q 室一處，就面積430尺。要喺一個400幾尺嘅空間開出3間房，究竟係點啦？發展商都搭建咗示範單位去俾大家感受一下嘅，同樣嚟自26樓。一入到嚟咧，會先有一個玄關位啦，不過咧就唔係好大啊。呢度亦都做唔到玄關櫃喺度。加上向前行咧，就已經係浴室同埋主人房啊。變相咧，如果要擺鞋嘅話，就要再揾地方安置啦。浴室同一房嘅開則同佈局都係差唔多。雖然呢一處位處一層嘅角落啊，但係浴室都係黑廁嚟㗎，冇窗通風。呢邊咧就會係曲尺型嘅開放式廚房啦，雪櫃咧就擺咗喺呢一邊嘅。見到咧佢個收納空間都幾多㗎，因為咧佢都利用咗嗰個高樓底啦，可以擺到唔少嘢上去。而嗰個工作台面咧亦都幾充足下嘅，不過我就覺得有條件其實可以喺度加多個電磁爐啦。呢度配備嘅家電都同一房差唔多。其實見到啦，呢一度啦已經冇咩位可以再擺飯台㗎啦，加上兩邊咧都係睡房啦，變相張飯台咧就唯有融入埋嚟客廳嘅呢一個位置。
客飯廳闊近3.1米，即係大概10尺，有大概61尺度。不過如果係我嘅話，就寧願將張梳化褪前一啲，然後喺後面再擺一張比較細嘅飯台啦，將客飯廳稍為分開翻。睡房就分佈喺客飯廳嘅左右兩邊。嗱，呢間咧就會係主人房，大約55尺度，咁雙人床就可以擺喺呢一邊啦。咁另外呢個衣櫃咧，因為有呢道門啊，變相咧佢就局限咗喺呢一個位置度啦。呢度同對面近客廳嘅睡房係同向㗎，不過嗰間房就做咗轉角窗，咁可以同時望向一條馬路之隔嘅必家坊系列。不過呢一間房就特別一啲啦，呈以 L 型，咁但係面積都同主人房差唔多。其實單人床放喺邊一邊都可以㗎。如果係我，就會喺凹位放衣櫃，咁前邊就可以靠窗擺一張書台。旁邊嘅房面積都差唔多，咁佢就進一步扭咗向東北面。我哋今集睇嘅2個示範單位咧，都已經開咗價㗎啦。一房折實近505萬，而3房咧就係折實大概853萬。同前3期一樣，對 Haddon 都係不設車位，地下同1樓會係商鋪，而2樓同3樓就係住客會所。發展商就話啦，今期住客之後係可以同時用到一條步行街之隔西基嘅會所㗎。兩邊會所將會合共提供大概35項嘅康體設施，包括室外游泳池、宴會廳、健身室、籃球場同埋兒童遊樂天地等等。發展商就話啦，咁樣係可以令到住戶有多啲設施用嘅同時，亦都降低到2期管理費嘅單價。睇翻頭3期啦，同樣共用住客會所，發展商就未有公布管理費幾多。不過亦都有問過啲代理啊，而家必家坊希匯每月嘅管理費就係每尺大概4個9毫8。至於周邊嘅生活配套呢，暫時變化都唔係好大。附近繼續以民生小店為主。如果要買嘢嘅話，最近都要去到黃埔嘅商場。咁我哋之前都有介紹過嘅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撳翻右上角條 link 睇翻。睇完今集之後，大家又覺得呢個新盤值唔值呢一口價呢？都喺下面留言話俾你知㗎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最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。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對 Haddon 嘅資訊，可以掃描而家畫面列出嘅 QR code，又或者撳入 description box 嘅連結。